Hello， 胖妮儿来喽！小长假回来，胖妮继续讲《如懿传》。在前面的影片中，胖妮多次提到高贵妃对海兰的折磨，那是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海兰被冤枉偷炭，被丢在雪地上扒开衣服的时候，其惨状让人不忍看。然而，要说《如懿传》皇帝的几个妃嫔中，在前期遭遇痛苦最多的，却不是海兰，而是魏嬿婉。相比于高贵妃，嘉妃金玉妍的心机更深，搓磨人的功夫更是了得。高贵妃平日里对海兰也不过是言语奚落，克扣用度，唯一一次雪地审案也弄得满城风雨，把皇帝都惊动了。之后海兰就得以逃脱咸福宫，搬去延禧宫，得到了如懿的保护。而嘉妃折磨魏嬿婉则是暗戳戳的，不容易被发觉的。她嘱咐启祥宫上下谁都可以教训魏嬿婉，只是不能弄伤了脸。而她自己也鲜少直接殴打魏嬿婉，而是命她举着烛台跪在地上守夜，忍饥挨饿，做着粗活。这样的方式如同把人丢在一片茫茫的黑暗中，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没有温暖。魏嬿婉之所以能够咬着牙在嘉妃的宫中做那么多年苦役而没有自戕，完全是因为她拥有超长的忍耐力。魏嬿婉的这种忍耐力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她那个重男轻女又举止粗俗的老娘用长年累月的苛待打磨出来的。是她初入宫时那些恃强凌弱的宫女姑姑们用肆无忌惮的欺辱练就出来的。因此如果嘉妃只是在行为上不善待魏嬿婉，这并不能触碰到她的底线，真正触碰魏嬿婉底线的是嘉妃的蔑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嘉妃让魏嬿婉伺候她洗脚。当魏嬿婉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的时候，嘉妃不屑地问：本宫的祖美吗？你呀，也就配伺候本宫的脚了。如果说嘉妃罚魏嬿婉的跪，让她守夜只是做给富察皇后看的，那么在洗脚的这一刻，嘉妃将她位居高位的那种傲慢，面对弱者的狂妄，以及杀人诛心的恶毒，全部展现了出来。魏嬿婉是苦出身，苦出身往往不怕生活的搓磨，却最怕他人的看不起。如果一个苦出身连自尊心强、敏感这些弱点都能克服，那一定是百炼成精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嘉妃就是助力魏嬿婉成精的人。当然，修炼的过程是痛苦的，嘉妃狠狠践踏他人自尊的行为，也必然会遭遇反噬。做下人的时候，魏嬿婉没有能力报复嘉妃，只能在她生孩子的时候躲在廊后暗自诅咒：疼死你。大雨夜里，没有人愿意去通报皇上嘉妃生产的事，魏嬿婉又被拎过来派去养心殿报信。太监靳中长了一张十分让人讨厌的脸，当他暗示魏嬿婉只要肯和他对食就能拉他出苦海的时候，魏嬿婉是犹豫的。正值青春妙龄的姑娘，谁愿意和太监对食呢？怜惜为了摆脱王亲，连死都不怕。但凡魏嬿婉在启祥宫过得能稍微像一个人，她也许就会拒绝靳中，老老实实等到25岁出宫，和凌云彻去过小日子了。但现实是，魏嬿婉在宫中的生活太无望了，她从来不知下一刻会有怎样花样频出的折磨等待着自己，每一天她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面对靳中递交到她手上的机会，魏嬿婉的膝盖软了。她跪着说出：求你疼疼我的那一刻，其油腻程度令人作呕，但除了这样，她又能如何呢？嘉妃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她看清了魏嬿婉，把人逼到墙角还不罢休，想要逼到对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没想到自己玩脱了，人家一个反弹，直接弹到了皇上的身边。富察皇后去世，纯贵妃失宠之后，魏嬿婉也曾想要站队嘉妃，嘉妃是怎么做的？长街上让魏嬿婉跪下来，用衣服擦她鞋子上的尘泥。彼时魏嬿婉虽然位分低，却也是皇上的女人了。嘉贵妃此举又一次在魏嬿婉的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很多人说《如懿传》这部剧中最遗憾的是，魏嬿婉上位之后没有和嘉妃正面开撕，这两人斗得不够狠。而实际上魏嬿婉从来没有放过报仇的机会，只不过有些剧情没有在剧版中直接展现出来。嘉妃最在乎什么？皇上的恩宠、御史王爷和儿子。魏嬿婉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在皇上恩宠方面，从魏嬿婉在人群中哎呦一声被皇上发现，又让皇上得知她脸上的伤是被嘉妃拧出来的那一刻开始，皇上对嘉妃的好感就已经直线下降。魏嬿婉侍寝之后，当皇上看到花开正艳，眼泪婆娑的她身上遍布在启祥宫留下的伤痕的时候，怎么还会像最初那样相信嘉妃只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在御史王爷方面，当嘉妃身怀6甲，陷害如意不成，又失了真书，这样最脆弱的时刻，魏嬿婉身着艳丽的衣裳走到嘉妃面前，告诉了她御史王爷被押解入京的事儿，使嘉妃受刺激过度，生产不顺。在嘉妃生养的皇子方面，魏嬿婉也做了手脚，在马鞍上放了一根钉子，致永悬坠马，留下了永久的残疾。这样看来，魏嬿婉虽然没有正面和嘉妃撕，但是她对嘉妃的报复却都能踩在点上，并一样一样夺走她最在乎的东西。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然而在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像嘉妃这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身处高位，就将他人视为草芥，将别人的哭声当成打趣的小曲儿。他们以为自己把对方看透了，以为别人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人间的善恶是守恒的，你对别人的善，或许会成为关键时刻救自己性命的契机。你对别人那些不留余地的奚落，不管不顾的践踏，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反弹回来，其后果之严重，不可预估。所以老话说，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其中蕴藏着大智慧。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